美军士兵突然发现，刚刚帮过他们的农夫竟被一群朝鲜人强行赶到院子里，这一幕让他们有些猝不及防。然而，更残酷的画面也接踵而至。尽管心中愤怒，但却无法施以援手，因为接下来他们还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。3天前，美军小队接到命令，他们要护送一名特别工程师前往朝韩边境修理一台损坏的定位装置。然而，就在分析故障原因时，队员布罗克敏锐地发现，用于传输信号的线路遭到了人为破坏。两人刚打算向上级汇报情况，而麦里便传来队长的声音：由于恶劣天气即将来袭，他们不得不暂时撤离此地。收到指令的布罗曼立刻带着工程师开始撤离，飞机迅速升空，朝着基地疾驰而去。可一切还是晚了一步，恶劣天气比预计来得更快，飞机在狂风暴雨中剧烈颠簸，两个引擎先后被雷电击中，瞬间失去动力，飞机如失控的巨兽，一头朝地面砸去。整个机体摔得粉碎，残片散落的到处都是，队员们几乎全部受伤。飞行员因驾驶位遭受严重挤压，双腿粉碎性骨折，队长也被一棵倒下的大树死死压住身体，情况岌岌可危。此刻，联系总部派出救援队成了唯一的希望。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总部根本没法提供有效救援，因为飞机坠毁的位置处于朝鲜境内，一旦派出部队营救，很可能会引发军事冲突。所以接下来他们必须想办法撤离到新的坐标点，届时会有三角洲部队接应。队长深知自己已无法行动，而小队不能群龙无首，资历最老的布罗曼便接过了指挥权。队长郑重地叮嘱他一定要将小队安全带至目的地，并向布罗曼索要一颗手雷。显然他已做好了绝不沦为俘虏的准备。布罗曼有些不舍，但也无能为力。随后小队朝着坐标地艰难前行，天空中满是前来搜索的直升机，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小心翼翼地防止暴露踪迹。就在这时，工程师却突然冲到前面，表示有话要说。他认为他们应该主动暴露位置，等被朝鲜士兵逮捕后，美国便可以出面，以外交方式将他们救回。但布罗曼心里十分清楚，朝鲜人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，这无疑是羊入虎口，毫无生还的可能。其余队员也坚决不同意工程师的提议，于是众人继续朝着坐标点赶路。但还没走出去多远，领头的布罗曼便察觉到异常，所有人见状立刻隐蔽身形藏了起来。果然在他们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队朝鲜士兵，正朝着坠落的飞机行进。就在大家全都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情况时，工程师竟突然站起身，举着双手朝着朝鲜士兵的方向走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队员都惊呆了，完全想不到工程师会有如此举动。就在他们不知所措之际，队长看到已经赶来的朝鲜士兵，毅然松开了手雷。听到动静的朝鲜士兵立刻冲了过去，危机暂时得以解除。一名队员怒火中烧，工程师的行为差点害死所有人，要不是有人阻拦，他今天非得好好教训这个懦夫不可。但工程师依旧重复着那套说辞，甚至还提及了日内瓦公约。布罗曼对他彻底失去了耐心，认定他是一块无法雕琢的朽木，便决定不再管他，带着剩下的队员继续赶路。太阳落山前，他们终于走出了森林，眼前是一大片农场，还有谷仓和一户人家。眼看天色渐暗，且飞行员急需治疗和休息，布罗曼果断决定带着队员前往前面的房子落脚。但在此过程中，他们需要穿过一片毫无遮蔽的空地，一旦遭俘将毫无生还的可能。幸运的是，糟糕的情况并未发生，他们最终有惊无险地穿过了空地。确认谷仓中没有威胁后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飞行员也被抬了进去。塞尔刚准备进行救治，不料下一秒飞行员竟剧烈抽搐起来，队员们立刻将他按住。但这时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，农场主手持一把老式的莫辛内甘步枪，突然出现瞄准了众人，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小队中虽有亚洲面孔，但都不会说朝语。眼看事态即将失控升级，布罗曼立刻放下手中武器，举起双手缓缓靠近。见布罗曼没有敌意，农场主也冷静了下来。布罗曼从他手中接过武器，一场可能出现的意外就此化解。然而飞行员还是没能挺过去。塞尔难以接受这个事实，其实他心里清楚已经无力回天，但始终无法释怀。晚上，队员们和这家人待在一起熬过了一夜，布罗曼则留在屋外守夜。转眼间天亮了，布罗曼也因疲惫睡了过去，但很快一阵引擎声将他吵醒，原来是朝鲜军队找了过来。布罗曼立刻冲进屋子，通知队员们收拾装备撤离。所有人都朝着后面的森林跑去，唯独塞尔却忘了医疗箱，打算返回去取。等他再想跑时已经来不及了，被夫妇俩连同女儿塞进里屋的地下暗室中藏了起来。队员们也躲进森林，观察着屋子的情况。很快朝军便发现了飞行员的尸体，猜测是夫妇俩收留了这群美军，他们根本不给夫妇俩解释的机会，直接开枪将两人射杀。布罗曼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怒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这时终于有人发现塞尔不见了，此时的塞尔和女孩躲在暗室，吓得大气都不敢出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们还是被发现了。
队员们迅速将塞尔救了出来，接着对这群朝鲜人发动了攻击。由于装备上的绝对优势，他们几乎没费什么力气便结束了战斗。本以为危机已经解除，可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布罗曼的后背，好在他穿着防弹衣。原来还有一名漏网之鱼，对方扑上来就和布罗曼缠斗在一起。布罗曼虽有着过人的战斗经验，但对方亚洲人的强悍战斗力也不容小觑。若不是布罗曼经验丰富，结果恐怕不堪设想。摆平所有阻碍后，队员们换上当地行头，伪装成朝鲜人，打算驾驶那辆卡车离开这里。可捣鼓了半天，卡车却无法启动。小女孩见状指了指后面，然后自顾自地来到后车斗，拿起柴火塞进旁边的铁桶中。原来这辆卡车启动竟然需要烧火，不过好在最终卡车真的发动了起来。如今只要顺利到达坐标点，他们就算得救了。但命运似乎并不想让他们如此轻易逃脱。没过多久，他们的身后便出现了一辆军车。布罗曼将手枪交给工程师，以应对突发情况。队员们也停下了车子。很快，2名朝鲜士兵走了过来，冲着他们嘟囔了半天，听不懂的队员只能默不作声。朝鲜士兵以为司机是哑巴，于是队长便命令手下去搜查车厢。结果手下刚露头，就被几人按在车厢上连捅几刀。队员也被对方从车上拽了下来，身上的裤子暴露了他们的身份。Fucker! He's running! 结果一梭子根本没打着对方。布罗曼见状，只能带着队员冲进森林寻找，但此时那名朝鲜士兵早已没了踪迹。塞尔也端起步枪，警惕地在卡车周围搜索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朝鲜士兵一枪托打翻。眼看情况危急，等几人赶回来时，只见工程师倒在地上，鲜血如喷泉般从他的腹部涌出。塞尔见状立刻扑了过去，但一切都太晚了，子弹伤到了动脉，工程师的脉搏几乎难以察觉。他冲着布罗曼摇了摇头，显然已经无力回天。几分钟后，工程师彻底没了呼吸，现场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，但他们别无选择，战争带来的只有无尽的死亡与血腥，容不得他们久留，因为敌人的增援很快就会赶到，他们只能强打精神继续赶路。好在距离坐标位置已经很近了，没过多久他们便赶到了那里。布罗曼拿出地图和指南针仔细观察，确认就是此处无疑。然而说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却不见踪影，大家都十分气愤，觉得被总部抛弃了，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接应部队，这不过是总部的说辞罢了。但这时布罗曼却看向了地上的背包，立刻从里面翻出那个原本要维修的定位装置。他将装置插入地面，连接好电脑，开始在电脑上操作起来。装置显示地下是空的。 I don't think they were ever going to come here. I think we were supposed to meet them. Can't someone fucking translate what he's saying? But I Lee, if this GPR unit is right, there's something running underneath us that is man-made that is going north to south right now. like a fifth incursion tunnel. 布罗曼觉得他们应该在周围找找，很可能洞口就在某个隐秘的角落。于是队员们立刻行动起来。小女孩率先发现了蛛丝马迹，大家赶紧跑了过去。可下一秒，女孩却突然摔了下去。等大家聚过来时，发现下面确实有个空间，且小女孩并无大碍，众人这才松了口气。随后，所有人都跳到了洞。布罗曼掏出指南针，试图判断前进的方向，却发现指南针因受到磁场干扰失去了作用。没有方向又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于是布罗曼随便选了个方向前进。他想着，如果走一段发现不对，大不了重新再来。然而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，没过多久，他们便看到了人影。所有人都兴奋不已，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回家了，于是便喊出了声：“鸡巴！”不是。Contact run! Set him down! 我们知道！是！一时间，双方在狭窄的山洞中展开了激烈的交火，队员们只能一边还击一边朝后退去。可朝鲜军队的增援源源不断，尽管他们在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上占据优势，但面对不断增多的敌人，也应付得十分吃力，弹药也所剩无几。眼看对方的人数越来越多，布罗曼深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大喊着让其他人先走，自己则换好最后一个弹夹，起身开始火力压制。队员们不愿辜负布罗曼的牺牲，纷纷朝后退去。布罗曼被子弹击中，倒在了地上，脑海中开始浮现被捕时的场景。但突然，数根绿色的光束穿透黑暗，瞬间击退了眼前的敌人。是三角洲特种部队赶到了，原来总部并没有抛弃他们。布罗曼被一群特种兵抬出了山洞，直升机早已在外面等候。毫无疑问，他们得救了。但队员们的脸上却没有露出开心的神色，因为这一路他们付出了太多。好在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他们没有白白付出。此剧结。